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6月1号乌克兰的无人机千里奔袭俄罗斯的5个空军基地的画面。大家可以看一下，俄罗斯的那些战略轰炸机在机场的跑道上已经陷入了一片火海。这次袭击啊，说是千里奔袭啊，好像有点不太准确啊，因为这次乌克兰的无人机一共袭击了俄罗斯的5个空军基地，这5个空军基地啊范围非常广，跨越了3个时区。最远的一个空军基地啊，在伊尔库斯克州。这伊尔库斯克州啊，位于西伯利亚，距离中国的边境啊，大概只有200-300公里。那距离乌克兰有多远呢？差不多有4000多公里。4000公里你乘以2，差不多是万里奔袭呀。剩下几个比较近的，平均距离乌克兰的距离啊，也有1000公里左右。1000公里啊，这是最近的啊。但你想想，人家乌克兰这次啊，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无人机啊，就是那4轴的无人机啊。我们这个王局排岸自己都有啊，这个续航里程啊，大概就是15公里到20公里。乌克兰就是用这种续航里程只有15到20公里的无人机，成功的袭击了俄罗斯的5个空军基地。据乌克兰自己讲啊，他们这次啊，一共动用了150架无人机，最后啊，其中发起进攻的大概是114架。那消灭俄罗斯大概多少呢？消灭俄罗斯据说是41架战略轰炸机，这其中包括有图95、图22，也包括他们最宝贵的 A50的预警机。那这个俄罗斯损失大发了啊！据国际媒体报道啊，就这次啊，乌克兰啊对俄罗斯的这次这个万里奔袭啊，他策划了只有18个月的时间，那是泽伦斯基啊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由他这个安全局局长啊一个上将来负责啊。据泽伦斯基自己讲啊，非常讽刺的是，他们这次的计划啊实施的这个指挥部就在俄罗斯国家安全局办公室附近。如果这个信息要是坐实了的话啊，那对俄罗斯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而且不但是战场损失大，而且侮辱性也非常强。Операція проведена на території ворога виключно проти військових цілей, проти саме тієї техніки, яка використовувалась в ударах проти України. Дуже відчутні втрати Росії і абсолютно справедливі, заслужені їхні втрати. Дякую Службі безпеки, особисто генералу Малюку, також всім, хто був задіяний в операції. Готували операцію більш ніж 1,5 роки. Планування, організація, всі деталі були ідеально підготовлені. Можна сказати впевнено, що це абсолютно унікальна операція. Найцікавіше, і вже зараз це можна говорити публічно, офіс нашої операції на території Росії знаходився безпосередньо поруч з управлінням ФСБ Росії. 要说啊，乌克兰俄罗斯的战争已经打了3年，最近一段时期啊，对乌克兰来说日子不好过，应该说已经陷入到自开战以来差不多最艰难困苦的时刻。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都知道啊，俄乌战争啊，现在已经陷入到了一种地面的焦灼战中，就双方谁也没有能力啊，大规模的进攻到对方的腹地啊。那么现在俄罗斯占领了乌克兰大约20%几的土地，那就是战场主要是在乌克兰。乌克兰曾经在库尔斯克那个地方反击啊，占领了一点俄罗斯的土地，但是现在也基本上收缩啊，差不多会被赶回来了。更重要的是在外交这个层面呢，外交层面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呢，乌克兰跟俄罗斯打仗，北约这些国家啊，基本上能给一些援助啊，就是给一些武器，还不是最先进的。美国也给一些武器，比如海马斯啊，给一些 F-16的战机啊，给一些炮弹呢。但是就这些武器的支援呢，没有在根本上改变俄乌战争的战场事态，基本上还是俄罗斯啊要占据一些优势，而乌克兰呢处于一种守势。你比如说当年我去俄乌战场中间去采访的红军村那附近呢，后来这已经被俄罗斯给占领了，那乌克兰呢已经往后撤退了啊，就这样的一个时态。而且在外交上大家都知道啊，特朗普上台之后啊，对俄乌战争之间的关系啊，他是急于要希望双方能够达成一个停战协定。他不是跟普京打电话吗？他说普京是他哥们儿吗？他能搞定这件事情吗？于是他就给泽伦斯基打电话，3个月之前不是把泽伦斯基叫到美国去了吗？我说泽伦斯基，你赶紧给我签个协议。那泽伦斯基看那个协议傻眼了，那个协议呢，就是要
乌克兰啊，大概有5000亿美元的矿藏资源，什么稀土啊，还有包括什么锂啊，这个元素的这个矿藏啊，跟美国共同开发，双方各占50%。开发出来这个矿藏之后呢，美国把这个矿拿走了啊。但是乌克兰可以获得什么呢？好像没有获得什么，因为什么呢？川普的这样的一个停战计划里头，基本上是按照现有的这样的一个双方占领的实际土地啊来停战。停战完了之后啊，双方你们再慢慢谈。但是这个停战之后呢，乌克兰甚至都没有获得一个安全保障，就是美国也不会在停战之后派军队到乌克兰去维持和平。北约这些国家你可以去，但是不能以北约的名义。那乌克兰最后获得什么？俄罗斯不是把现有的土地都占有了吗？占有了之后，乌克兰你只能驱逐的停战。那俄罗斯普京就在叫嚣啊，你们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你在谈判桌上你也别想拿到。欧洲这些国家对美国的这个做法虽然不赞成，但似乎也没什么办法，因为北约这些国家里头，实际上这些年承平日久啊，如果要是说跟俄罗斯打，还未见得能打得过。所以你想想，乌克兰啊，那给人感觉啊，就陷入到一种绝境。当时啊，跟美国啊，他虽然没有签署那个协议啊，那泽连斯基不就走了吗？双方不是吵起来了吗？走了之后，大家都知道，今年的5月1号，双方还是签署了这个协议，不得不签呐，对吧？签完之后，这普京和特朗普我经常搞混，其实这哥俩确实有的时候就像一体的啊。这特朗普呢，就签完之后说给他一些防空系统啊等等，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想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的这样一种战场事态，对乌克兰就非常不利了。你单纯的打消耗战，这些国家就是不给你支援。所以今年5月16号，俄罗斯不是跟乌克兰在土耳其又开始搞了一轮新的这种和平谈判吗？这场和平谈判的过程中，俄罗斯提出来的条件就非常苛刻了。提出来的条件的内容，基本就是说，就是按照现有双方控制的地点，双方来停战，而且乌克兰占领的俄罗斯的土地，库尔斯克那部分你还得退出去。退出去之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双方来签署停战协议。乌克兰当时就不干了，那谈来谈去谈什么呀？所以双方实际上第一轮的和平谈判是不欢而散。这个谈判过程中，双方只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交换双方的战俘。那么这次谈判之后啊，双方一共交换了双方1000名战俘。那泽连斯基在社交网站上讲了啊，大概有330名乌克兰的战士从俄罗斯被救了回来。那么剩下的那600-700名呢，是俄罗斯的战俘也给换了回去啊。双方的合作仅限于此。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长期拖下去，那乌克兰实际上也看不到恢复自己国土啊，甚至打赢俄乌战争的希望。就在这种情况下，泽伦斯基啊跟他的安全部门呢策划了这次万里奔袭俄罗斯的计划。这次计划他们怎么搞的呢？就现在啊，一些国际的军事这个观察员拼凑这个信息，也包括乌克兰啊自己也披露了一些信息啊，他大概是这么搞的。就是乌克兰呢，先是在俄罗斯的境内设立了一个指挥中心，就是泽伦斯基讲的，那指挥中心好像就在俄罗斯国家安全部门办公室的附近，然后指挥啊他们境内把这个无人机，就 FPV 的无人机啊，从乌克兰拆解开来之后运到了俄罗斯，一共运去了150架。这150架无人机啊，那都不得了啊，很先进啊，一架无人机价值500到1000美元。然后呢，还运过去了300枚炸弹，一个无人机配了2枚炸弹。那我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备份啊？但是这些无人机啊，他们在乌克兰啊，实际上已经进行了 AI 的这个训练。怎么训练的呢？就是他其实这次袭击的目标非常明显，他就是要袭击啊，这个俄罗斯后方空军基地的那些战略轰炸机，一个是图95，还有图22。也包括他那 A50的预警机，这3个家伙对乌克兰的威胁最大。但这3个家伙呢，这乌克兰呢有资料，因为当年啊，这前苏联解体的时候啊，这乌克兰呢接受了70架的图95的战略轰炸机。这图95的战略轰炸机啊，那冷战时期啊，苏联一共生产了将近300架。那当时乌克兰不是这个前苏联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基地吗？
他这个地方接收了70架图95，但他没什么用啊。所以在乌克兰啊建国之后没多久，这些就除役了。其中有一部分的飞机啊，就被运到了博物馆啊，做了一个展品，包括图22也有啊。我估计还有一部分悄悄卖给了中国，让中国去研究啊。那么据说是 AI 就把这些飞机啊进行3D 建模，3D 建模之后呢，就让这个无人机进行训练这些无人机啊识别这些飞机。就现在这个 FPV 这个无人机啊，它可以在 AI 的引导之下进行攻击。它不是100多架无人机起飞吗？后面并不是说每一架飞机后面都有一个操作员，虽然它是第一视角啊，那它到了机场附近啊，一旦要是这些操作员不能控制这些飞机了，这些飞机可以根据它此前训练的这个模型，自动寻找这些飞机进行袭击，而且专门袭击这些飞机的哪些部分呢？一个是发动机那个部位，还有一个是油箱这个部位，还有一些就是挂载导弹那个部位。据说这次袭击的时候啊，这俄罗斯啊，这空军基地上有一个战略轰炸机啊，那翅膀下面已经挂上了导弹，准备起飞对乌克兰进行轰炸的。还没起飞之前，无人机来了，咣咣给它炸了。所以在5月31号到6月1号这个晚上啊，这乌克兰呢就把这些无人机运到了这个整个这个俄罗斯的这5个空军基地附近。这怎么运去的过程中间也特别有讲究啊。据说他们是把这个无人机在俄罗斯的这个境内进行组装，组装完了之后呢，他就把那卡车上面不是有那个集装箱吗？他把集装箱的上盖啊进行了改装，把这上盖部分做成了2层。这上盖部分有一个盖，打开着底会夹层，就把这无人机放到这个夹层里了。无人机放到夹层之后，这盖一关上，看起来这就是普通的一个集装箱。这些集装箱，他还是让那些俄罗斯的人呢来负责了运输，只不过他可能给他们的一个运输的指令，让他们某一天都把这个运输的货物啊运到他们需要袭击的俄罗斯的空军基地附近。这些俄罗斯的司机都蒙在鼓里啊，他们的那个卡车里运送的可能都是一些普通的货物啊，他们以为就接了一个普通的单，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卡车纷纷运到西伯利亚，到俄罗斯其他的那几个空军基地的附近呢。到了5月31号和6月1号晚上，一声令下开始袭击。这袭击的时候，这些集装箱上盖就突然打开了，打开了一下，这些无人机啊就突然开始起飞。据说俄罗斯的很多民众都目睹了这个场景，成群结队的这个无人飞机啊起飞之后就奔向了这些空军基地。俄罗斯这些空军基地啊，由于它的战略纵深比较深，它距离俄乌前线它比较远，所以这些空军基地啊，那机场上的飞机啊，平时呢都没有建机库。一方面，俄罗斯这些年也比较穷啊，没钱啊，所以呢，它这些飞机它就直接摆在了飞机的跑道上。俄罗斯对乌克兰呢，他们这些无人机的防范主要集中在前线附近，那它防得比较严。但是后方这些空军基地附近呢，他完全没有想到乌克兰会采用这种方式对它进行进攻，所以那些战略轰炸机就摆在飞机的跑道上，大摇大摆的就放到那儿。结果乌克兰的那些无人飞机飞起来之后，就直奔目标，然后啪啪啪啪就把这些战略轰炸机基本上都给消灭了。其中有一个俄罗斯的这个机场叫奥列尼亚，这个奥列尼亚的机场啊是俄罗斯一个战略轰炸机非常重要的枢纽机场。那天啊，奥列尼亚的机场上跑道上一共停了4架图95的战略轰炸机，这4架图95的战略轰炸机全部被报销了，然后还有一架图22的战略轰炸机也被报销了，还有一架安12的这个运输机也被报销了。应该说乌克兰的这次袭击非常成功啊。乌克兰宣称啊，它一共是消灭了俄罗斯41架战略轰炸机，占俄罗斯战略轰炸机总数的34%。那俄罗斯当然不承认了，俄罗斯就说啊，这乌克兰对我们发起了恐怖袭击，然后呢，有一些运输工具着火了，用的非常策略啊。运输工具，啥叫运输工具啊？运输工具其实不就是飞机吗？但是不好意思讲啊。但是具体一共有消灭了多少架飞机啊？现在因为没有太多的信息可以去比对啊。我看一些国际杂志上那些军事评论家，他们开始比对啊。他说，根据乌克兰公布的这些无人飞机的这视角啊，来
评估这次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的战果，至少有8架图-15的这个轰炸机啊被消灭了。那图-22的这个飞机呢，还有一些若干架，而且比较确定的是 A50的这个预警机也有损失。那这个对俄罗斯的打击就很大了啊！你想一想啊，俄罗斯啊这个战略轰炸机啊，在俄乌战场中间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图-95啊，它呢大概是有40-50架，图-95中间比较先进的一个型号啊，它挂载着导弹，包括航空炸弹，对乌克兰就狂轰滥炸。你乌克兰是没有这个战略轰炸机的，但是这一次消灭了这个战略轰炸机，这些战略轰炸机都是前苏联那个时候生产的，并不是俄罗斯自己生产的。俄罗斯甚至自己都没有再次生产图-95战略轰炸机的能力。那么现在一下给它报销了几十架啊，咱假设乌克兰的说的这个信息是真的啊，那对俄罗斯打击就大了，因为这些飞机你是少炸一架少一架呀。你包括这个图-22的这个战略轰炸机啊，这个图-22的战略轰炸机那速度很快啊，它的速度最高可以达到2.8马赫，也是突防非常强的这个战略轰炸机。虽然是前苏联那个时期生产的啊，也是现在俄罗斯空军过程中间的非常中间的力量。那你一下报销几十架，那还得了啊？也就是说，俄罗斯现在都没有能力继续生产。更重要的就是那个 A50的预警机，这 A50的预警机啊，整个俄罗斯加起来不到10架。这预警机在现代空战中间的作用可就大了啊！这个 A50的预警机啊，可以同时指挥10架战斗机，同时攻击数个目标。这个对俄罗斯来说，那是战场上那个战力的那种加速器啊！一个预警机可能相当于10-20架战斗机的战力啊！大家都知道前一段那巴基斯坦跟印度打仗，那为什么巴基斯坦能够把印度给击败？非常重要的那是预警机在后面指挥啊！那不是 A 射 B 导吗？歼十飞机把那个导弹打出去，实际上是预警机跟踪了印度的阵风战斗机，最后把它给消灭的，把它击落的。所以你想想，预警机现在是非常重要的。那俄罗斯的预警机现在被干掉多少架不知道，那至少可能也干掉了1架到2架呀。所以俄罗斯这次损失惨重啊。那乌克兰呢，据说是在袭击这次啊整个计划的时候啊，它是人员就已经全部撤到了乌克兰了，在整个俄罗斯境内是没有人了。它整个袭击的过程中全部通过远程，这远程咱就不知道它到底是通过什么网络来进行的啊。有一种说法，它是在俄罗斯境内铺设了自己的这一个网络，所以他们叫蛛网形化吗？蜘蛛网啊。那你要这范围涉及到几千公里啊，几千公里，你这无人机你要起飞，然后你这个后方还有操作员对它进行控制，那这个网络是非常重要的啊。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乌克兰呢，干脆就是用的俄罗斯自己的民用网络指挥这些无人机进行袭击的。那这个如果要是实现了的话，那更不得了啊！那就相当于一个特洛伊的木马计划呀。古希腊时期的特洛伊计划中间，那不就是搞一个大木马放进去，你拉进去之后，然后打开之后，哎，特洛伊古城不就被攻破了吗？那你想想，这次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个进攻也很有点这个意味啊，用的这个特洛伊的卡车中间装了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了致命一击。而俄罗斯呢，现在说啊，他说这是对俄罗斯发起的珍珠港袭击，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现在你袭击我的本土，那我这准备要大规模的报复你。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你不自量力攻击美军，最后导致你灭国吗？当然，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啊。那么珍珠港当时日本打美国，当时美国和日本之间没有宣战呢，所以日本进攻美国的珍珠港，导致美国对日本宣战，导致了整个第2次世界大战战略格局发生变化。你现在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早就是交战的状态了，那是乌克兰袭击你本土境内的目标，那我觉得也是应有之义啊。你不能说你光打我，我不能打你，对不对？虽然打得比较远，有点像珍珠港，但是你跟珍珠港类比不太合适。另外一个，就俄罗斯说乌克兰对他们实行恐怖袭击，这恐怖袭击我觉得用的也不对啊。恐怖袭击我们一般都指的是他袭击的是平民目标，但是因为乌克兰这次打的俄罗斯的这些5个空军基地全部是军事目标啊，而且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啊。
它只是造成了你的军事目标的损毁啊。所以在我看来，俄罗斯这次对乌克兰的这次袭击的形容啊，这两个比喻都是不太正确啊。那接下来啊，我们来讲一讲乌克兰这次这样一种奇袭啊，对未来一段时期俄乌战场，也包括俄乌之间的和平计划会造成哪些方面的影响呢？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乌克兰的这次啊奇袭计划在军事上做的是非常成功的啊，尤其是它可能改变了一个战场的这种交战形态。大家都知道，前几天巴勒斯坦跟这个印度啊打了一仗之后，全世界都惊呼啊，就整个战场的交战规则发生变化了。当然指的是空军啊。那么双方都是超视距，相隔几百公里，飞机啊不越过边境，然后互相发导弹，结果打来打去，这个战争就结束了。那最后巴基斯坦就是把印度打掉了几架飞机嘛啊。那么未来空战大概是这个模式。而俄乌之间这次的无人机的这种万里奔袭计划，可能极大的改变了陆战规则。大家都知道，俄乌战争啊刚开始发生的时候，俄罗斯还是那种什么飞机、大炮，然后穿插，准备一夜之间拿下乌克兰。但是这个失败了之后，双方进入到了双方的战场焦灼状态啊。无人机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无人机成为了现代陆地战争中间的主宰。有数据显示啊，2024年俄乌战场中间，无人机所造成的人员伤亡，也包括设备损伤，已经超过了其他所有的战场工具，比如说飞机，比如说大炮，比如说导弹，你袭击都没有无人机造成的伤亡所带来的这个规模大。大家还记得前一段时间战场中间的中国战俘吗？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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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嘣，然后我的 commander， 嘣，然后就哇，然后就啊，那士兵现在看到无人机就怕得要死啊，因为无人机只要盯上你，你基本没活路，你跑不掉，你躲到汽车里，它钻进去把你炸死。现在据说啊，就是在俄乌战场的这个前线，双方距离前线5公里之内的车辆，不管是坦克、装甲车、运兵车，还是普通的运输的汽车，基本上是在劫难逃。这个在劫难逃主要就是无人机对对方实行的攻击。所以大家可以看，俄罗斯的那些坦克上面不都加装了那个网吗？那个网干什么呢？就是为了防止无人机的。这乌克兰自己的军队的将领讲，他说现在战场事态中间就是以无人机为核心，而且双方的就是战场的就是这种理念呢，都是以周为单位进行更新。这个周为单位更新呢，这个原因主要是无人机的升级换代。现在在俄乌战场双方啊，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都有各自的无人机。俄罗斯呢有它的闪电1型、闪电2型，据说作战半径可以达到30公里。那么乌克兰呢，那这面它就是叫这个 FPV 这个无人机啊，也很厉害啊。所以双方的无人机在战场上就形成了战场中间的主导，其他的都已经变成了为无人机进行服务的这么一个对象。但是啊，这只是在双方的前线范围内，就是双方战场纵深20-30公里这个范围内。就在这次乌克兰袭击之前，好像这个俄罗斯也对乌克兰的一个军事基地啊发起了40多架无人机的袭击啊，这40多架无人机造成了12人死亡。但是乌克兰这一次的袭击可不一样了啊，它是万里奔袭啊，最远的距离袭击到4000多公里啊，最近的距离也1000多公里啊。但是无人机的它的作战半径那只有1-20公里啊，它是利用了民用的运输工具、物流工具，就把这些东西提前运到了俄罗斯。那么提前运到了俄罗斯，然后埋伏到了俄罗斯的这些军事基地旁边，然后呢，利用远程控制袭击俄罗斯的大后方的军事基地。那这个模式一旦打开，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谓的战略纵深没有太大意义了。你俄罗斯，你战略纵深不是深吗？你的战略轰炸机躲在1000多公里外面的地方对乌克兰进行轰炸，现在人家无人机利用你的物流网络到你的家门口那个地方，把你的战略轰炸机给炸掉。大家可以想一下，无人机可以发挥的作用大大加强了。你过去的无人机，你只是在战场周边1-20公里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现在几千公里都用无人机给你干掉了。
那无人机改变整个陆战模式，那这真的是一个划时代的产物啊。那么今后在打仗过程中间，无人机就是不折不扣的主宰了，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这一次啊，双方的战损比啊，这是完全不对称啊。那么据乌克兰自己讲啊，就消灭了几十架俄罗斯的这个战略轰炸机啊，给俄罗斯造成了70亿美元的损失。当然，现在这个数据啊是乌克兰方面公布的，俄罗斯并没有公布啊。这个数字就算是有水分，那么这个水分也不会特别大。你一辆战略轰炸机都是几亿美金，预警机也都是几亿美金呢。那无人机呢？乌克兰这次呢？乌克兰的无人机的价钱呢是500美元到1000美元之间。现在在大疆的无人机，我们买的航拍的啊，第一视角的无人机也都1000美元呢。当然了，也挺贵的啊。但这次一共出动了150架无人机，那300枚炸弹，那你想这个数字加起来成本是多少呢？我给他估算了一下，不会超过20万美元。当然了，人家乌克兰这次筹划了18个月啊，他的这个成本不仅仅是无人机的成本，你还派人进去啊，然后你还要组装啊，然后你要情报网络啊，还有你整个这些人互相协调啊，这成本也不少啊。但你往顶天了说，整个乌克兰这次实施这次啊，就是所谓的这个蛛网计划，我给他算了一下，成本不会超过500万美元。那你500万美金对70亿美元，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绝对不对称的。那你要知道，乌克兰跟俄罗斯打仗，俄罗斯不就占着自己的国家大、人口多、实力强，跟乌克兰打消耗战，认为你乌克兰搞不过他吗？你现在人家乌克兰用极小的代价消灭你特别多的重要的战略轰炸机的力量，那就变成了一个不对称的这样的一种战争，以小博大，以弱胜强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袭击，而且这次这个袭击啊，对俄罗斯军队的士气打击也非常大。你想想，你这个被袭击的地点都是俄罗斯的大后方，这些大后方的地方距离前线1000多公里、4、5千公里，突然一夜之间，乌克兰的无人机来了，就把那个飞机场上的那个战略轰炸机都给消灭了。这个给俄罗斯普通士兵，甚至包括他们民众所造成的心理震撼是难以想象的。你不要认为你在前线你取得了局部地区的胜利，你就可以在后方安枕无忧，做不到。那你想想，俄罗斯很多人还认为能够打赢这场俄乌战争吗？很多人就会动摇啊，就会怀疑呀。这是在军事方面。在外交方面啊，这乌克兰也有很大的收获。大家都知道，这俄乌战争打了之后，双方进行了好几轮的和谈了啊。2022年那次没谈成，不欢而散。今年5月16号，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土耳其不又进行了这第2次会谈中间的第1轮谈判吗？这第1轮谈判过程中，普京呢口气非常强硬啊，就是说你现在就必须我们占领的地方要停战，你占领我的地方要退出。结果双方没谈成。为什么没谈成？说到底就是乌克兰你在战场上没有取得相对来说有利的事态，换言之就是你没有把俄罗斯打疼。而现在美国呢和欧洲这些国家又基本上作壁上观，那俄罗斯可不就是耀武扬威啊，那俄罗斯可不就是狮子大开口啊，你服不服？所以前2天普京还讲，他说现在给你的条件，你如果不答应的话，你将来会失去更多的国土，比如说奥德萨，你将来都不一定是你乌克兰的了。言下之意，就现在我给你的已经是给你们乌克兰比较优惠的条件了啊。那如果你在战场上取得不了优势，你在谈判桌上也别想取得优势。当然，这也是古往今来啊一切战争谈判过程中间的原则。那现在乌克兰呢，通过这种不对称的奇袭，把俄罗斯的战略空军的力量一下子干掉30%，那对这个俄罗斯打击就大了。假如说他要是再搞2次，把他的战略轰炸部门都给消灭掉，那你想想，俄罗斯还敢在战场上他能够坚持打赢俄乌战争吗？他在谈判桌上还敢有这么强硬的这种所谓的胃口吗？我觉得就不一定了。当然了，第一时间俄罗斯就说我们要报复，是吧？现在这个乌克兰袭击我们要马上对他进行报复，甚至说他不排除对乌克兰使用战术核弹。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俄罗斯他是炸货，
因为动用核武器啊，这应该说是欧洲这些国家可能的一个底线。如果你俄罗斯要是对乌克兰动用核武器，那欧洲国家可能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没准北约这些国家就会联手去支援这个乌克兰啊。所以我个人觉得俄罗斯其实不太会动用这个战术核武器啊。那你不用动用战术核武器，你现在对乌克兰你怎么报复？你多打几发导弹，是吧？那你形成的这个损失之间也是不对称的。你要想挽回这次被乌克兰袭击掉的这些70亿美元的这军事设备的损失，在我看来是不太可能的。而且你也不知道乌克兰下一次以什么方式再用这种奇袭的方式消灭你。你现在你大后方，你那些飞机，你都修成机库吗？俄罗斯你有钱吗？你有钱修这些机库吗？你没有钱呢。你没有钱的话，那你那些飞机就停在跑道上，那乌克兰下一次再给你搞掉几架，你俄罗斯打得起这场战争吗？所以如此这般，导致俄罗斯在我看来，它真的有可能在外交谈判的过程中间逐渐的立场软化。那这就是乌克兰通过不对称的这种战争让俄罗斯有可能在和平谈判过程中间的胃口相对变得更小一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所以在我看来，乌克兰这次打得漂亮，这真的是以弱胜强，在国外没有力量给他直接帮助的情况下当然我们现在不知道，就这次计划过程中，西方国家有没有给他直接的这个支持但给人感觉乌克兰现在至少在这种现在的战况的基础之上，给俄罗斯是打倒了。对乌克兰呢，在未来无论是在战场上，也包括在谈判桌上，都能赢得更大的利益。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Можна сказати впевнено, що це абсолютно унікальна операція. Найцікавіше, і вже зараз це можна говорити публічно, офіс нашої операції на території Росії знаходився безпосередньо поруч з управлінням ФСБ Росії. Загалом в операції було використано 117 дронів і відповідна кількість операторів дронів працювала. Вражено 34% стратегічних носіїв крилатих ракет на аеродромах базування. Діяли наші люди на території різних російських регіонів в 3 часових